35岁的陈默是清北最年轻的中文系教授，深耕唐宋诗词20年，他是业内公认的天才学者。他一生整理1000本古籍，写下100万字研究论文。这天，他研究一批宋代古墓出土的诗词手稿，这批手稿精品无数，水准比起已知的唐宋名篇丝毫不逊色。这些古籍承载着1000年的智慧，指尖划过，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脉络。淳熙年号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兴衰，每一笔触都是一段不有的传奇。正当他潜心研究时，突如其来的眩晕席卷全身，他浑身脱力，视线扭曲，彻底失去意识。无尽的黑暗过后，几声呵斥的声音将自己唤醒。陈默，你给我站起来！陈默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高3教室，粉笔灰混着青涩的气息，满是少年校园的味道。上课睡大觉，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此时的陈默还是一脸懵的状态，周围同学的嘲笑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在看不起他。终于熬到了下课，上课对刚穿越的陈默来说十分折磨。缓缓低头凝视自己这双纤细稚嫩的少年手掌，陈默的心底瞬间掀起滔天巨浪，满是错愕与恍惚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那位深耕文坛30余载的资深教授，竟然一朝重生，重回青涩懵懂的高中少年时代。竟然重生变成高中生，无数杂乱又陌生的原主记忆碎片争先恐后涌入脑海，就好像是亲身经历一般，记忆快速交织融合，让他彻底摸清了当下的处境与身份。这具与他同名同姓的少年身躯，跟他一样，也叫陈默，是这所重点高中里各科的成绩常年稳居垫底倒数的问题差生。过往数年被轻视、被欺凌的屈辱过往层层浮现，无尽的不甘与愤懑在少年的胸腔之中剧烈翻涌，肆意激荡。短暂的震惊、混乱与恍惚过后，他彻底沉淀心神，坦然接受了自己重生归来的残酷现实。我随手拿起一本市面上流通的课外诗词集翻看，通篇内容都是平淡乏味的堆砌之作，所有诗词都显得平庸又浅薄，完全没有传世名篇该有的风骨与底蕴。陈默快速地翻阅课本，发现2个世界的历史相近，却唯独没有熟知的那些人物。黑板上被当作重点赏析的官方反文，字句粗浅直白。这样一首毫无文采、毫无意境、毫无格局的浅白小诗，竟然能被当成高3课堂的顶级粉文来讲授，全班同学却还在认认真真的听课晨析。陈默闭上双眼，凝神静气，脑海之中瞬间翻涌起成千上万首震古烁今的千古名篇，字字珠玑，句句风华，这是他独有的、无人能复制的1000年文脉底蕴。我猛然睁开双眼，目光锐利如刀，坚定如铁。这片贫瘠荒芜、平庸到极致的文坛，正空空荡荡，而这个世界的文坛正等待着一位主宰者。陈默，上课又在发什么呆？陈默，你给我站起来解释一下。面对老师严厉问责，陈默不慌不忙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身姿挺拔如松，气质从容淡定，早已和往日那个懦弱自卑的差生判若两人。在这位老师的固有认知里，成绩垫底的差生根本不配谈论什么诗词风雅。他看向陈默的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笑。周围的同学们瞬间再次起哄哄笑起来，都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盯着孤立无援的陈默，就等着看他当众出丑。于老师当众放出狠话，直言以陈默这样的水平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写出一句合格像样的诗词。面对全班的肆意嘲讽，老师的刻板偏见与极致轻视，陈默面色淡然，浅笑自若，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话说的太绝对。他不再做任何口舌争辩，只是从容的抬手拿起桌上的圆珠笔，准备用绝对的实力当场打破所有人对他的偏见与轻视。不会有人预料到足以震撼全校、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文坛奇迹，会在这个曾经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少年手中正式降临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将以手中笔墨为利刃，以千古绝唱为锋芒，狠狠打脸所有轻视他、嘲讽他、看不起他的人。陈默运笔流畅自如，笔尖在纸面上飞速游走，行云流水，没有一丝停顿。短短片刻就写下2句意境清幽的传世佳句，气度浑然天成。工整凑近的字字落在纸面之上，寥寥14个字便勾勒出一幅清冷雅致的夜景，空灵悠远的顶级意境瞬间拉满，一眼就让人彻底沦陷其中。刚才还喧闹嘈杂的教室，在这一刻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连呼吸都下意识放轻，全场死寂。刚才还满脸讥讽不屑的女老师，双眼瞳孔骤然收缩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极致震惊，
整个人都呆在了当场。这怎么可能是他写的？他忍不住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，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张草稿纸，一遍又一遍反复品读端详，却依旧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是真的。刚才还喧闹嘈杂的教室，在这一刻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全场师生的目光在肆意嘲笑起哄的同学们纷纷争先恐后探头观望，脸上戏谑的笑容尽数消散。就在全班师生还沉浸在极致震撼之中时，语文教研组组长张老师听闻课堂上的异常动静，缓缓推门走入教室，一眼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内心慌乱到极点的任课女老师连忙快步走上前去，恭敬地递上手中的诗词草稿纸，只想让资深组长亲自评判这首诗的真实水准。张老师低头认真品读纸上的每一句诗，原本沉稳平静的神色一点点发生变化，眼底之中渐渐涌上浓浓的震撼与不可思议，越读越是心惊。他伸出指尖轻轻触碰纸上工整的字迹，逐字逐句细细品读回味，愈发能感受到文字之中蕴含的悠远意境与深厚底蕴，心中震撼难以言表。品读完整首诗作之后，张老师猛然抬头，目光紧紧锁定在陈默身上，眼中满是藏不住的欣赏与惊艳，如同意外寻得了稀世珍宝。满眼内心激动的张老师郑重地向前迈出一步，神色无比认真地询问：这首绝佳的诗作是否真的是陈默独立创作出来的？在确认这首诗真的出自眼前这位少年之手后，张老师眼中金光骤然暴涨，满心都是难得一遇的惜才之意，下定决心一定要重点培养他。他当即在心中做出决定，一定要倾尽所能重点栽培这位天赋异禀的少年，将他推向更广阔、更耀眼的文坛舞台，让他大放光彩。此时此刻，全班同学的目光尽数聚焦在陈默身上，往日所有的嘲讽、轻视与不屑彻底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敬畏与由衷的惊叹。为了更加深入了解陈默的真实文学功底，张老师当即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。雅致简洁的房间里，处处都萦绕着浓郁的书香气息。一向治学严谨的教研组长主动放下身段，亲自为陈默倒水沏茶，态度温和亲切，完全没有长辈与老师的架子。他认真注视着眼前的这位少年，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疑惑，实在无法理解这般远超高中生的顶尖诗词功底究竟是从何而来。短暂的交谈过后，张老师转身打开抽屉，取出一份极为重要的官方文件，神色瞬间变得无比郑重。这件事对他而言极为重要。纸面上的文字清晰醒目，上面印着的正是下周即将举办的全市规格最高、含金量最足的市级诗词创作大赛的正式通知。他双手将比赛通知递到陈默面前，以教研组的名义正式推荐陈默代表学校参加这场重量级比赛。我以教研组名义推荐你参赛。看着手中这份沉甸甸的比赛通知，陈默的眼底闪过一丝明亮的光芒。这是他重生之后第一次登上公开赛场，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。他从容接过这份来之不易的参赛通知，轻轻点头应允，心中无比清楚，属于自己的逆袭翻盘之路从这一刻起正式拉开序幕。陈默要代表学校参加市级诗词大赛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班级，原本平静的教室瞬间再次炸开了锅，大家都一致认为陈默的诗是抄袭的。班级里成绩顶尖、性格一向高傲自负的学习委员李明，最看不惯曾经的垫底差生突然风光出尽风头，当即起身，径直朝着陈默走了过来。李明径直停在陈默的课桌跟前，身姿高扬，神色嚣张跋扈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他嘲讽陈默根本不配参赛，过去也是丢人现眼。为了能够当众狠狠打脸陈默，李明直接当众立下拿到名次的赌约。敢赌吗？你拿不到名次，当众道歉！完全不把陈默放在眼里。周围的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起哄看热闹，所有人都坐等陈默在比赛中失利，当众颜面尽失，狼狈不堪的出丑。面对李明刻意的挑衅、刻薄的言语与全校的质疑围观，陈默只是淡淡的抬眼望去，眼底平静无波，没有丝毫波澜。他语气平淡，声音清晰透亮：可以，我接下。从容淡定地接下了这场赌约，不愿意做无谓的口舌之争，只愿用最终的实力来定输赢。李明满脸不屑的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去，心中笃定陈默毫无胜算，只需要静静等待看他落败离场，狼狈不堪的样子。对于外界所有的嘲讽、质疑与赌约风波，陈默全都置之不理，完全不在意。他静下心来，拿出书本，专心致志备战即将到来的大赛。他仔细翻阅市级诗词大赛的全部详细规则，快速梳理清楚默写、命题创作、即兴创作三大比赛环节与具体评分标准，做到心中有数。课余的所有时间里，
陈默终日安静坐在图书馆中，潜心查阅各类资料，快速熟悉这个世界的诗词体系与赛事规则，做好充分准备。无论是固定命题创作，还是临场即兴创作，都是他前世深耕数十年的绝对强项。提笔模拟创作皆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他细致梳理春夏秋冬、风花雪月、山水离别、抒怀言志等各类诗词题材，整理海量名篇，做好全方位的万全备战。反观其他参赛选手，整日都在紧张的刷题背诵，神色焦虑忐忑，心神不宁，与陈默的从容淡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差距。陈默从容放下手中的笔墨，淡然端起水杯休憩片刻。千年岁月沉淀的文学底蕴，就是他最坚实、最强大的底气。窗外的落日余晖缓缓洒落，温柔地映照在少年挺拔沉静的身影上。平静的外表之下，藏着足以碾压一切的绝对实力。这个世界的诗词格律、创作规则与前世完全契合。胸藏万千千古名篇的他，心中早已稳操胜券，胜算在握，毫无悬念。赛场内部座无虚席，人声鼎沸，全市各校的诗词高手全部齐聚一堂，每一位参赛选手都意气风发，自信满满，渴望一鸣惊人。评委席上端坐着的全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与权威专家，评审标准严苛专业，不容许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水分。各大媒体的镜头纷纷聚焦在赵凯身上，全程大肆宣传报道，欢迎赵凯同学，将他奉为本次赛事夺冠的最大热门选手，热度直接拉满。唯独陈默一身干净校服，神色平静淡然地安静坐在席位上，与周遭紧张不已的选手们格格不入，气场格外沉稳。其余所有参赛选手都在抓紧赛前最后的时间疯狂复习背诵，神色之中满是紧张与忐忑，生怕在赛场上出现失误。在喧嚣热闹的赛场之中，唯有陈默心无杂念，闭目养神，始终保持内心极致的沉静，完全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干扰。很快，赛场中央的大屏幕骤然亮起，诗词大赛第一轮默写环节正式拉开帷幕，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就此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有请赵凯同学。首轮默写题目正是新鲜出炉，涵盖常见名篇与冷门诗词，题型覆盖面极广，难度十足，十分考验选手的诗词储备量与扎实功底。夺冠热门赵凯勉强完成作答，卷面书写潦草混乱，多处错别字格外显眼，整体答案漏洞百出，表现十分平庸。再看陈默这边，完全不需要半点思考与迟疑，提笔就写，落笔如风，千年诗词积累早已烂熟于心，书写速度快到惊人，极致神速的作答速度让全场所有选手与在场评委纷纷为之错愕，倍感震惊。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。现场工作人员快速收卷并核对标准答案，在看完陈默的卷面之后，脸上瞬间写满浓浓的惊讶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评委们逐一对比全场所有选手的卷面，陈默的作答堪称全场唯一的满分范本，众人纷纷点头惊叹，赞不绝口。原本自信满满的赵凯，在亲眼看到对比结果之后，脸色瞬间阴沉难看，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威胁，心中满是不甘。本题命名为《秋》，多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作答，创作出来的诗作文笔粗浅直白，无味枯燥，毫无细腻意境与画面质感，水平十分普通。秋至风萧瑟，叶落满庭荒。登高声怅望，愁思断人肠。伟看完诗作后微微点头认可，给出中等偏上的分数，评价作品工整有余，气魄不足，难以成为传世经典。全场所有选手作答完毕，万众瞩目之下，陈默终于从容起身，迈步缓缓走上创作台前，成为全场绝对的焦点。不需要过多的思考与沉淀，陈默从容落笔，写下千古秋词的绝美开篇，直接打破世人千年以来固有的悲秋认知，格局瞬间拉满。通篇诗句逐行落在纸面之上，气势磅礴，意境开阔，一扫传统悲秋诗词的沉闷压抑，惊艳全场，震撼人心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潮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在场评委尽数神色惊艳，震撼不已，毫不犹豫提笔给出满分。本轮第一的名次已让无人可以撼动，实至名归。满分，此词气魄盖世。本轮即兴题目：月。本次命题为月，最考验选手的真实文学功底与临场应变能力。
多名选手轮番登台作答，创作十分平庸，仅仅停留在表层写景，缺少诗词必备的真情实感与灵魂意境，毫无看点。赵凯压轴出战，踊跃诗作依旧平庸。皓月悬天际，清辉满世间。举杯邀月饮，心事付云烟。合格而已。评委看完赵凯的作品后面露遗憾之色，直言全场黑马选手作品也仅只能算合格。其他所有选手作答落幕，全场观众与评委的目光紧紧追随，万众期待，静静等待陈默再度登场，创造新的奇迹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绝美诗句缓缓落下，瞬间碾压全场所有平庸之作。在场观众与资深评委尽数集体失神，深深沉浸在诗词的壮阔意境之中。德高望重的白发老评委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满脸震撼与动容。这才是真正的诗，有风骨，有气魄。极致名篇震撼全场，赛场掌声轰然响起，此起彼伏，经久不息。陈默凭借绝对实力，提前锁定本次大赛的冠军宝座。原本笃定稳拿冠军的赵凯，在赛场上被陈默全方位无死角碾压，此刻脸色铁青难看，满心不甘与挫败，却早已无力回天。评委团紧急集中商议，快速核算全场选手的最终得分，分数差距极其悬殊，比赛的最终结果早已没有任何悬念。主持人手持最终成绩单缓步登台，难掩内心的激动与震撼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忍不住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。这一刻，主持人用全场都能听清的洪亮声音高声宣告：本届市级诗词大赛总冠军陈默。声音响彻整个赛场，整个赛场瞬间彻底炸裂沸腾，全场观众纷纷起身起立，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震耳欲聋，响彻整个场馆，经久不息。曾经被所有人嘲讽看不起的垫底差生，此刻身姿挺拔，从容淡然，一步步稳稳站上万众瞩目的最高领奖台，逆袭封神。现场各大媒体的镜头疯狂聚焦，全程记录下这位少年逆袭封神的高光璀璨瞬间，将这份荣耀传遍全城的每一个角落。市领导亲自登台为陈默颁奖，市领导亲自登台为陈默颁奖。少年有为，不愧是我们清河的骄傲。给予他最高规格的认可与荣誉。面对满场的荣耀与赞誉，陈默始终保持谦逊本心，手持沉甸甸的奖杯，面向全场微微颔首，不骄不躁，沉稳大气。唯有陈默内心清楚，一场市级夺冠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已，属于他的文坛传奇与荣耀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夺冠的第二天，陈默逆袭夺冠的重磅新闻直接霸占清河日报头版头条，全程刷屏，彻底爆火，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。母校为了隆重表彰陈默带来的荣耀战绩，在校门口张贴巨型喜报，高调公示他的夺冠辉煌，全校都以此为傲。全校师生纷纷驻足围观，喜报脸上写满震撼与惊叹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位曾经的垫底差生。班级聊天群消息疯狂刷屏，昔日嘲讽轻视看不起陈默的同学们纷纷发文夸赞，主动致歉，态度十分诚恳。曾经当众立下赌约肆意嘲讽陈默的李明，此刻低头伫立在原地，脸色青白交替，满心羞愧与尴尬，无地自容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轻视你。内心万般挣扎过后，李明终究选择直面现实。李明满脸愧疚，深深低下头，真诚地向陈默道歉，为自己此前的傲慢刻薄与势利深深忏悔自责。在场的所有同学目睹这一幕，无一人不敬佩陈默的宽广胸襟与超凡格局气度，对他更加心悦诚服，由衷敬佩。一场赌约正式尘埃落定，也让李明彻底认清自己与陈默之间的天壤之别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有半分轻视之心。陈默夺冠爆红之后，国内知名文化出版社的总编亲自登门，专程来到学校拜访这位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诗人，诚意十足，边主动放下身段，态度恭敬谦逊，诚意满满地向陈默提出正式合作，希望能够为他独家出版个人专属诗词专辑。陈默认真筛选，精心整理自己的精品诗作，逐字逐句细细校对打磨，全力筹备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诗词集。个人首部诗词集《诗意年华》正式定稿完成，封面设计雅致大气，书名醒目亮眼，正式进入全面出版流程。诗集正式上架全国各大书店，瞬间引发全城抢购热潮，无数读者争相购买品读，
热度居高不下，火爆异常。诗意年华销量一路飙升，长期稳居全网图书销售榜单榜首，碾压所有同类读物，成为现象级超级畅销书。陈默顺势开通个人诗词博客，定期发布全新诗作与诗词赏析内容，全力传承与传播中华诗词文化魅力。个人账号热度持续飙升，后台粉丝数据飞速暴涨，短短数日就突破数十万大关，并且依旧在持续疯狂攀升。无数读者被他笔下的绝美诗词深深打动，评论区被刷屏，满屏都是赞叹与喜爱，全网掀起品读陈默诗词的热潮。少年诗人的名号火速席卷全网，陈默彻底成为当下文坛最炙手可热、最受瞩目的新晋黑马与顶级流量红人。一首意境清幽的冷门佳作悄然问世，字句清丽、意境悠远，在全网悄然走红，打动了无数热爱诗词的读者。全网网友纷纷刷屏热议，无数人被诗词中的悠远意境深深打动，所有人都在疯狂赞叹，好评如潮，热度飙升。紧接着，一首气势恢宏的豪放壮词惊艳亮相：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气魄盖世，震撼人心，彻底刷新世人对诗词的认知上限。全网热议刷屏热度一路疯狂飙升不止，众多专业文学博主与业内权威专家纷纷深度解读，直言这些诗作是当之无愧的千古绝唱，水准登峰造极，冠绝古今。无数网友发自内心的打出“诗圣归来”4个大字，自发为这位才华盖世的少年冠上专属的荣耀名号，名号响彻全网，声名远扬。面对全网漫天赞誉与极致追捧，陈默始终平静翻看评论，淡然处之，坚守本心，从来不为虚名所动，沉稳大气。一首又一首传世经典诗作持续发布，不断刷新文坛纪录，稳固自身无可替代的顶尖地位，无人可以撼动。人红是非多，极致热度的背后必然伴随巨大争议，全网爆火的陈默不可避免地开始迎来源源不断的负面质疑声。又来了。大量网友纷纷发声质疑，固执地笃定一名高中生绝对不可能写出如此底蕴深厚、气魄盖世的千古诗词。众多不良营销号趁机疯狂蹭热度，带节奏，肆意造谣抹黑、恶意攻击、炒作代写、抄袭等各种不实谣言。面对全网漫天纷飞的质疑与抹黑，陈默平静翻看各类评论，神色始终淡然自若，无波无澜，完全不放在心上。母校第一时间公开发声，全力维护，严厉斥责网络上的所有不实谣言，坚定力挺陈默，给予最强力的支持。网络舆论持续发酵升级，挺默派与质疑派相互争论拉扯，激烈互撕，全网争议不断，热度越炒越高，关注度拉满。陈默早已在心中做出决定，从来不屑于做无谓的口舌争辩，只愿意用绝对的实力正面回应所有质疑与抹黑。恰逢此时，全省最高规格的诗词大赛官方邀约如期而至，向陈默发出重磅参赛邀请，绝佳机会正式降临。盛大的省级赛场正是他彻底粉碎所有谣言，终结全网质疑的最佳舞台，他必将全力以赴，再创辉煌。万众期待的全省诗词大会在省城顶级会议中心正式举办，场馆建筑恢宏大气，庄重肃穆，整体场面盛大隆重。赛场内部灯光璀璨，布置雅致大气，观众席座无虚席，媒体评委观众齐聚一堂，氛围盛大庄重，万众瞩目。陈默一踏入省城顶级赛场，瞬间成为全场最耀眼的焦点，曾经的垫底差生，如今已是全省瞩目的诗词天才，气场全开。上届全省诗词大赛冠军林浩径直迎面走来，神色高傲自负，眼中满是挑衅与不服，将陈默视为必须打败的死敌。面对强敌的刻意挑衅与轻蔑轻视，陈默神色淡然自若，眼神平静无波，根本不将对方的傲慢与挑衅放在心上。林浩见陈默不卑不亢，气场沉稳，心中更加不爽与嫉妒，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去，只留下满脸的自负与不屑。赛场周围的选手们纷纷议论不止，两大强者的正面对峙让气氛瞬间紧绷，所有人都期待这场即将到来的巅峰对决。陈默径直走到自己的参赛席位，安静坐下，闭目养神，内心沉稳平静，完全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干扰。评委席上的文学前辈们纷纷看向陈默，眼中满是期待与欣赏，都想看看这位少年能够再创何等震撼人心的奇迹。各大媒体的镜头紧紧锁定陈默，全程跟拍记录，将他视作本次大赛最大的看点与全网最热的关注焦点。旁白：
陈默缓缓睁开双眼，目光锐利如剑，坚定如铁，心中早已做好万全准备，迎接这场更高规格的终极挑战。庄严的赛场铃声轰然响起，全省诗词大赛正式拉开辉煌序幕。新一轮的文坛传奇即将由他亲手书写。首轮考核题目正式公布，题目难度远超市级大赛，涵盖冷门豪放诗词与复杂格律，一般选手根本难以应对。现场不少选手当场皱眉，苦思冥想，握着笔迟迟无法下笔，脸上满是为难与焦虑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林浩凭借往届参赛经验快速作答，神情自信满满，写完还故意看向陈默，眼神之中充满炫耀与挑衅。陈默依旧从容提笔书写，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停顿。千年豪放诗词底蕴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的卷面工整干净，完美无瑕，答案精准无误，格律严谨，完美到让在场评委都忍不住点头称赞。陈默再一次提前交卷，刷新全场最快作答速度，用绝对实力告诉所有人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碾压级实力。评委当场快速核对答案，确认陈默全部答对，没有一丝错误，毫不犹豫给出满分，稳居首轮第一名。林浩看到自己位居第二，被陈默彻底压过一头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，心中怒火与不甘疯狂翻涌。全场所有选手彻底被震惊，谁也没有想到，陈默在强者如云的省级赛场依旧如此强势，实力强悍到令人窒息。陈默平静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神色没有丝毫骄傲与得意，对他而言，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正常发挥而已。本轮命题：山河。本次题目为气势磅礴的山河，最考验选手的格局气魄与文学底蕴。有选手全部陷入沉思，山河题材格局宏大，气魄要求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显得空洞无味，创作难度极高。林浩不敢有丝毫大意，神情格外认真严肃，倾尽毕生所学，想要写出能够碾压陈默的绝佳作品。旁白：林浩完成诗作，自信满满的登台高声吟诵，词句华丽，气势尚可，赢得台下观众一阵稀疏的掌声。评委给出不错的分数，评价词句工整，气势充足，但依旧缺少直击人心的灵魂与真正的雄浑气魄。万众瞩目之下，陈默从容起身，一步步稳稳走向创作台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屏息以待。陈默提笔挥毫，没有丝毫犹豫与迟疑，直接写下气势盖世的千古山河诗句：待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，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字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雄浑气魄瞬间拉满，全诗完整呈现纸面，字字千钧，意境壮阔，仿佛万里山河近在眼前，气势震彻赛场每一个角落。沉默。好一个山河壮丽，好一个气魄盖世。中场休息期间，满心不甘与嫉妒的林浩偷偷靠近陈默，眼神阴鸷，心中盘算着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。林浩故意假装意外碰撞，狠狠打翻陈默的笔墨纸张，想要恶意干扰他的状态，影响下一轮的正常发挥。陈默低头看着散落一地的纸笔，神色依旧平静淡然，没有丝毫愤怒，只有一丝淡淡的冷漠与不屑。你这点手段太过幼稚可笑。林浩假装慌忙道歉，脸上满是虚伪做作的歉意。这一切恶意行为刚好被旁边的选手全程看在眼里，当场就看不下去，准备勇敢站出来揭穿全部真相。那位选手直接挺身而出，当着全场众人与评委的面，清晰完整指证林浩故意捣乱的全部过程。评委们脸色瞬间变得严肃冰冷，当场厉声质问林浩，要求他给出合理的解释与交代，态度十分严厉。林浩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支支吾吾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，在铁证面前百口莫辩，整个人慌乱到了极点。大赛组委会当场做出处罚决定，正式取消林浩比赛资格，全部成绩作废，自食恶果，大快人心。陈默默默整理好纸笔，神色依旧从容淡定，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静静等待最终的决赛时刻到来。全省诗词大赛总决赛正式来临，现场灯光璀璨夺目，万众瞩目，全省观众都在紧盯这场终极巅峰对决。评委团全体成员集体起立，郑重公布总决赛终极命题。这是最有分量、最考验格局气魄的顶级题目。终极命题：家国天下。家国天下4个字分量重若千钧，全场选手神色凝重肃穆，深感题目难度极大，格局极高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进入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作答，
虽然都十分用心尽力，但格局依旧狭小不足，难以撑起这4个字的重量。评委们面色平静无波。有请下一位选手陈默。终于轮到陈默最后登场，全场所有目光齐刷刷聚焦在他身上，期待他再创巅峰奇迹，震撼全场。陈默闭目凝神1秒，在睁眼时气势全开，张口便是震古烁今的家国千古绝唱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。所有评委集体激动地站起身来，不少人热泪盈眶，动容不已，直言这才是配得上家国天下的绝世好诗。赛场所有人全部起立鼓掌，掌声如雷动，震天久久无法平息。陈默已然凭借绝对实力锁定全省冠军。主持人手持全省冠军奖杯，缓步庄严登上舞台，神情激动不已，声音都忍不住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。主持人深吸一口气，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声宣布本届全省诗词大赛总冠军陈默。整个赛场瞬间彻底炸裂沸腾，欢呼声、鼓掌声震耳欲聋，所有人都在为这位少年冠军疯狂呐喊庆祝。陈默身姿挺拔如松，从容淡定走上最高领奖台，从曾经的学渣一步步逆袭成全省诗词王者。媒体全程直播，全网刷屏报道，少年诗圣全省夺冠的话题强势冲上热搜榜首。陈默手持沉甸甸的冠军奖杯，面向全场观众微微鞠躬致谢，依旧保持谦逊本心，不骄不躁，沉稳大气。屏幕前无数网友疯狂刷屏，满屏都是赞叹与佩服，少年诗圣的名号变得更加响亮，更加稳固。站在省级荣耀巅峰，陈默目光望向更远的地方，他的目标是全国乃至整个文坛的最高处。陈默夺冠，荣耀归校学校门口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校长与全体老师亲自迎接，场面无比隆重热烈。全校所有学生列队夹道热烈欢迎，每个人脸上都满是崇拜与敬仰，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位曾经的差生。那些曾经嘲笑孤立轻视他的同学们，纷纷主动低头诚恳致歉。校领导在全校师生面前当众隆重表彰陈默，你是我校的骄傲，是全体学的榜样，亲自颁发荣誉证书，将他树立为全校学习的榜样。校园大屏幕循环播放陈默比赛的高光时刻，每一次吟诵，每一个满分，都让人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。学弟学妹们高举标语牌，上面写着以陈默为榜样，将他视作追逐的目标与心中的信仰。从常年倒数的垫底差生到全省诗词总冠军，陈默已然成为整个校园无人不知的传奇神话。陈默站在领奖台上，平静发表简短感言，不炫耀，不张扬，只鼓励大家坚持心中的热爱与梦想。全校师生响起最热烈、最持久的掌声，场面震撼人心。这是属于逆袭者最荣耀、最璀璨的时刻。陈默微笑望向这片熟悉的校园，心中无比清楚，这里只是起点，更辉煌灿烂的未来在前方等他。陈默全省夺冠的热度席卷全国，一封来自首都北京的国家级诗词大赛邀请函正式送到学校。邀请函上清晰印着全国诗词巅峰赛，这是国内最高规格、最具含金量、最受瞩目的顶级赛事。校长亲自将这份至高荣誉的邀请函交到陈默手中。全国舞台等着你再创辉煌。这份重量，我接住了。他要走向全国登顶文坛巅峰，陈默即将征战全国赛场的消息，瞬间传遍全网各地，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，期待他封神全国。张老师特意前来叮嘱陈默，郑重告知全国赛场高手如云，但依旧全力支持，100%相信他的实力。陈默立刻进入全国大赛顶级备战状态，比以往更加专注认真，准备迎接全国最强的对手挑战。他在脑海中仔细梳理更多千古豪放名篇，针对全国赛场做好最万全、最细致、最全面的准备。各大媒体纷纷发文报道，称陈默是本届全国大赛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，备受全国观众期待。陈默静静望向首都北京的方向，浑身气势全开，战意凛然。属于他的全国巅峰之路正式开启。全国大赛第一轮正式开启，题目难度直接逆天，冷门诗词，复杂格律层出不穷，淘汰率极高。比赛刚开始，大批选手就被当场无情淘汰，一脸遗憾与无奈离场。全国赛场竞争惨烈到极致。很快，残酷的半决赛正式来临，现场命题咏史，
极致考验历史底蕴与文字格局，难度再次全面升级。勇士打！沉默的对手是南方省冠军，发挥超常完美，写出意境绝佳的勇史诗，当场拿下超高分数。全场认为沉默遇到最强阻力，沉默依旧从容落笔，写下流传千古的勇史名篇，格局与深度直接碾压对手所有作品，震撼全场。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诗句读完那一刻，全场顶级评委集体震撼起身，被这极致的文采与深厚底蕴彻底征服。全国观看直播的观众疯狂刷屏，诗圣无敌4个大字铺满整个屏幕，热度强势登顶全网第一。万众期待的全国总决赛终于来临，这一刻，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顶级赛场之上。总决赛终极题目正式公布，只有一个字，却重若千斤：华夏。终极对决对阵表正式公布，沉默 vs 上届全国冠军，新老王者巅峰碰撞，引爆全网所有热度。上届冠军率先登场，倾尽毕生所学，写下气势恢宏的诗作。江山多壮丽，我辈自当强。立志兴华夏，威名四海洋。评委们给出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，称赞这首诗堪称近年最佳，几乎达到高中生所能达到的顶峰。全场气氛紧张到极点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静静等待沉默登场，迎接这场终极巅峰对决。沉默缓步从容登场，浑身自带强大气场，一出场便盖过全场所有光芒，成为绝对中心。沉默闭目凝神，沉淀片刻，再缓缓开口张口，便是歌颂华夏的千古豪放绝唱，字字气血，句句震撼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，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，观众和评委们哽咽难言，动容不已。这首词写尽了华夏千年风骨与气魄，这才是华夏之诗。评委团全体成员一致给出满分，沉默以绝对无敌的姿态。国内文坛泰斗亲自为沉默颁奖，授予国家级文学勋章，给予他最高规格的认可与荣耀。文坛泰斗当众高度称赞沉默是100年一遇的诗坛天才，未来必将引领整个文坛走向辉煌。沉默手持全国冠军奖杯，稳稳站在最高领奖台上，浑身光芒万丈，逆袭之路圆满完成。谁也无法想象，这位全国诗词总冠军曾经只是一个成绩垫底、被人嘲笑的普通差生。沉默站在曾经向往的讲台上，给无数学生讲解诗词，传承华夏千年文脉，桃李满天下，芬芳满人间。沉默出版的多部诗集被翻译成各国语言，流传后世千秋万代，成为这个世界永远的文化经典。沉默望向窗外远方，目光温柔而坚定。这一世，他不负诗词，不负自己，不负华夏。